年前全家人都得了肺炎，包括5岁的弟弟在内，每个人都吃了头孢。可年30那晚，爸爸却打开了一瓶勾兑白酒。我提醒他吃头孢喝酒会死人，爸爸却怪我大过年的咒全家，抬腿就给我一脚。实在没办法，我把酒倒进了弟弟的尿壶里。奶奶见了，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。他骂那瓶酒价值150，是大伯特意孝敬他的年礼。爸爸妈妈也因为没喝上好酒，一边骂我是败家子，一边将我扔到院子里，拳脚跟暴雪一起落在我身上。我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可他们还不解恨，为了证明头孢配酒不会说走就走，爸妈又在弟弟的拍手叫好声中把尿壶的酒灌进了我嘴里。12岁的新年钟声敲响之时，我断了气。再睁眼，爸爸拧开了酒瓶子，我不动声色地喝着饺子汤，眼看着奶奶用筷子蘸着白酒点进了弟弟的嘴里，白白胖胖的饺子在锅里不断翻滚着。我妈照着我后脑勺狠狠地敲了一下，她骂我发什么呆，催促我赶紧捞起来，嫌弃我连个饺子都煮不好，真是废物。我回过神来，望向不远处的饭桌，饭桌上摆着一瓶白酒，爸爸坐在那里，双手稀罕地摩挲着瓶身，妈妈则站在我身后，一边训我，一边噼里啪啦地摆弄着手里那板头孢。看着白色的药片被我妈一颗颗抠出来，我这才意识到我重生了。忍着内心的激动，我拿起赵梨，捞出饺子，麻利地端到桌上去。他们几个人已经把头孢吃了，我捏着妈妈给的药跑回厨房，直接扔进了土灶里。妈妈伸着头喊我的名字，林小麦，吃药啊，又干什么去了？奶奶抱着弟弟不耐烦地敲着桌子，她让妈妈甭管我，说我爱吃不吃。她恶毒地咒骂，说没用的丫头片子，病死了更好，还能省2口饭。其实我吃的饭已经够少了，爸妈平常带着弟弟在外省打工，一个月给奶奶500块钱，奶奶偷着补贴，给大伯300，剩下200做我俩的生活费。我每天早上只吃1小碗稀饭配红腐乳，然后带一个玉米饼和2片咸菜去上学。放学回来，经常用1碗白菜汤混个水饱，还得家里加外地干活。如今我12岁，才比5岁的弟弟重8斤，可即便吃的这样少，奶奶还是嫌我费米费油，处处看我不顺眼。手里握着2头蒜和1瓶醋，我从厨房出来，讨好的跟我妈解释，我告诉妈药我已经吃了，我是给爸取蒜去了。妈妈难得给了我个好脸，嘟囔着吃了就好。她警告我大夫说，肺炎得多吃几天，弟弟刚好一点，我要是治不好再传染给他，看他不打死我。这时我爸拧开了酒瓶子，将一盅酒放到弟弟面前，他笑着说是过年了，让儿子也尝尝这好酒的滋味。奶奶听了，拿筷子头蘸着酒点进了弟弟的嘴里，弟弟被辣得直伸舌头，回头一口唾沫吐到我脸上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去擦了把脸，顺便给自己倒了碗饺子汤。回来时，奶奶和妈妈已经把他们面前的酒都喝了。我舔着嘴唇，看着弟弟的酒，做出一副馋样。我试探着问爸爸，能不能也让我喝一点？不出所料，弟弟一听，端起小酒盅喝个精光。他被酒呛得直咳嗽，还不忘狠狠踹我一脚，学着奶奶的语气骂我死丫头也配。奶奶慈爱的给他大孙子夹了块肉，朝我撇撇嘴，他附和着说是啊，嘲讽我一脸穷酸相，也配喝这么贵的酒。我紧紧抿着嘴唇，而后捧着饺子汤一口一口往下灌，生怕自己不小心说出来，穷酸相也比他们这一家子的死相要好。骂完我，奶奶却向我爸显摆起来，她炫耀这酒是大哥送过来的年礼，一共2瓶，花了大哥300块呢。他安排今年大年夜咱们喝1瓶，剩下那瓶就等初8他们走之前再喝。我爸面色泛红，嘴里的排骨嚼得嘎吱嘎吱响，点头答应了。我心里寻思点什么头，你活不到正月初8了。今天家里饺子是素馅的，包得多可以管够吃，但菜做的不多，只有4道。红烧肉和炸丸子摆在弟弟奶奶面前，糖醋排骨在爸爸面前，剩下1道拍黄瓜在我和妈妈这边。我默不作声，埋头吃了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也不看桌上的肉，就眼巴巴盯着我爸喝酒。妈妈在我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，她骂我盯着爸的酒看个没完，是想馋死吗？她嘲讽我才几岁就想吃香的喝辣的，全家属我最会享福。我弟一听，甩着胳膊哭开了，喊着不给赔钱或喝酒。奶奶赶紧抱住弟弟，顺手扯住我耳朵，给我掀到桌下去了。她骂我是丧门星，指责我大过年的非得惹弟弟哭这一场。我捂着耳朵不敢出声。我妈狠狠剜了我一眼，一边给我爸倒酒，一边催他，她让他别细品了，快点喝吧，省得小松一直哭，本来肺炎咳嗽就没好利索，别再哭严重了。我家酒杯小，我爸在外头辛苦1年也舍不得买酒，加上妈妈催他，便一口一杯的喝开了。妈妈给爸爸夹了块红烧肉，见奶奶还没把弟弟哄好，又开始骂我。她骂我啥也不是，就知道跟弟弟对着干。她警告我，爸给弟在镇上买房了，年后没闲钱再供我上学，让我自己心里有点数。我没跟他理论，乖乖的答应了。我说本来我也不想上学了，求他们把我带在身边吧，我能干活，我们村里都是留守儿童，可像我这样2、3年才能见父母一面的，全村也是少见。妈妈冷斥我一句，她骂我一肚子歪心眼，难怪长不高，说城里不招童工，就我这样的带过去也是他们一家3口的累赘，所以在他们心里，弟弟才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是一家3口，我是外人，也难怪上辈子只因我好心扔了1瓶酒，就被他们在暴雪中拳打脚踢到口鼻窜血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一边将尿壶里的酒灌进我嘴里，一边骂着我。他们嘲讽我在村里读了几年书，就以为自己啥都懂了，还说什么吃了头孢就不能喝酒了。他们骂我大过年的咒谁死呢？说我好端端糟践了那么贵的1瓶酒，就是想给他们添堵。他们挑衅说头孢配酒，说走就走是吧？那就试试看，看我究竟走不走。他们灌完酒将我扔在院子里就进屋了，我头痛欲裂，浑身都像火烧一样，吐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像狗一样爬过去拍门求救，可他们在里面围着炉火看春晚，却没一个人肯来看我一眼。新年钟声敲响时，我终于不再痛苦了，我断了气，身体被积雪覆盖。第2天早起，我妈推不开门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雪堆，半天才想到那里面躺的是我。我死了，爸妈却如释重负。他们夫妻2个互相安慰说不用太伤心，这些年也没亏着我，1个月500呢，他们为我没少花钱，他们甚至觉得我走了也好，
往后再也不用惦记家里这个闺女，可以好好的在外头打工养儿子了。可事实上呢，真正花在我身上的有几块钱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们又什么时候真正惦记过我呢？既然这样，我何必提醒他们头孢配酒会死人，那是他们的命运，我没必要拿自己的命去干涉。我爸的酒喝得很快，大半瓶下肚后，他脸色变得很差。我妈问他怎么了，我爸摆摆手说没事儿，这好酒劲儿大，喝了有点犯恶心。妈妈担心的看着他，问他是不是难受了，建议他去吐出来。奶奶啪的一下摔了筷子，他骂这么好的酒往外吐，这不是糟践东西吗？他抢过酒瓶子，宝贝一样拿到了他房里。不一会儿，妈妈和弟弟也开始不舒服，我妈先吐了，等他吐完，才发现弟弟脸憋得发青，而我爸人已经昏迷了。我妈当时就吓哭了，奶奶这时候也开始干呕，她赶紧喊我，让我快去找人来帮忙。我慌乱的答应着，穿上棉衣就跑，一推门，暴雪跟上一世一样，毫不留情的落了下来。我慢腾腾走到村卫生所，发现小大夫回镇上去过年了。我又转到大伯家，才知道大伯去丈母娘家团聚了。没办法，我又深一脚浅一脚折回来，去拍邻居的门。奶奶在村里人缘不好，抠门的要命，还天天想着占别人便宜。要不是邻居心疼，我都快冻僵了。可没人会来我家多看一眼。进院时，房子的大门开着，我妈正攀着门框准备往外走。她是见我迟迟不回来，想自己出来求救。邻居进屋时，我弟已经抽了，我爸也人事不省，拉了一裤兜子。家里4个人全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大家怕大过年的触霉头，谁都不敢上前帮忙。最后还是惊动了村长，给找了辆面包车，但雪太大了，路况不好，平常不到半个小时的路，今天跑了将近1个小时才赶到镇卫生院。医生闻到我家里人身上刺鼻的酒味，皱了皱眉，问是不是喝假酒了。奶奶浑身是汗，一直嚷着口渴，听了医生的话，挣扎着辩解。他说不是假酒，那酒是大儿子孝敬他的，150一瓶，咋可能是假酒？医生叹口气说不管真假，这肯定是中毒了，先洗胃吧。我爸最严重，头一个给推了进去。这时我弟又吐了，医生过去看看呕吐物，戴上手套扒拉出一小块没消化完的药，问我妈这是什么药。我妈脸长成猪肝色，用手杵着头说是肺炎，吃了头孢。医生一怔，大声质问这么小的孩子吃了头孢，我们还给他喝酒了。医生声音很大，我妈哆嗦了一下，辩解说这不是过年吗，图个热闹。医生想到什么，问是不是都吃头孢了。妈妈点点头说全家都肺炎了。医生满脸的一言难尽。我妈连忙抓住医生的袖子，问医生是不是吃头孢中毒了。他嚷嚷着要去告我们村的小大夫，说要是在他那儿买的，他卖的一定是假药。医生没搭茬，把我叫过来，问我是不是没事，是不是就我没喝酒。我点点头说酒太贵，没舍得给我喝。医生说了句算你命大，把手里的笔一扔，冲出门去就喊头孢配酒了，让人快过来给这几个先催吐。我妈还在追问是不是吃假药了，医生没给他好气儿，说要是假药，他们今天就没事儿了。我妈被灌了催吐剂，捧着个盆吐得死去活来。村长跟着忙前忙后，责怪我妈为什么吃头孢还喝酒。我妈眼神茫然，问吃头孢不能喝酒吗？她回忆说好像听村里小大夫说了一句，他们都没当真，说原来也没听说过有这回事儿啊。这时我爸从洗胃室出来了，我弟弟被推了进去，我妈还以为我爸好了，扑过去一看，我爸的脸都成青灰色了。医生丢下一句没救过来，又忙着去给我弟洗胃了。弟弟从里面出来时，我妈和奶奶都倒下了，也不知道因为中毒还是因为悲伤。医生又是一顿折腾抢救，好不容易保住了奶奶、妈妈和弟弟的命。输了液，奶奶就张罗着回家，一来心疼住院的钱，二来还得回去操办我爸的丧事。回到家，奶奶指挥着大家支起了灵棚，转头进屋看到剩下的酒，她叹了口气，她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念叨着说好了初8再喝。她那儿子没口福，喝不上了，她找了个大玻璃罐子，把没开封那瓶酒灌了进去，抓了把枸杞，又扔进去一些乱七八糟的草药，草药都是她挖野菜时顺手从山上弄回来的，一直当成宝贝似的在仓房风干着。封好玻璃罐子，奶奶把我爸喝剩那小半瓶酒塞到我棉袄口袋里，她难得大方了一回，她说这点酒留着，等晚上手灵冷了，让大家伙驱寒。她强调虽然是我爸喝剩下的，可这是好酒，谁都不能嫌弃。她还没忘叮嘱我，让我别忘了跟那些叔伯说，吃了头孢可不行，喝酒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是出了人命，咱可担待不起。在奶奶眼里，只有男人的命才是命。正说着，院子里响起了我大伯的声音，原来是大伯接到信儿，顶风冒雪的回村了。奶奶仿佛有了靠山，立马出去扑进大伯怀里哭起来，哭完后转身薅住我妈的头发就开打。她骂我妈是丧门星，好好一个年让给搅和了。她指责大夫说了头孢不能配酒，我妈还一杯一杯催她喝，我看就是想害死她儿子。有大伯在，我妈不怎么敢还手，只是在嘴里争辩着。她说妈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他也吃了药喝了酒呀，他也中毒了呀。村里人这时候来拉架，我妈灰头土脸的爬起来抓过我就是2巴掌。她骂我，问我那天跟他一起去买的头孢，我也听见了，为啥吃饭时候不提醒爸别喝酒。她搂过病桌的弟弟，指着我对他说，他告诉小松他爸死了，没人挣钱，以后再没人给他买奥特曼了，恐怕镇上的房都得卖了。妈妈怕奶奶和大伯责怪他，把责任都推给了我。林小松被我妈教唆的眼珠子通红，圆滚滚的身子系着白色的孝带，像猪崽子一样拱了过来，结果他还没碰到我，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。大伯抱起我弟进了屋，一摸发烧了，我妈像杀猪一样嚎起来，被大伯母强行给拉了出去。大伯在奶奶房里找了一圈，没找到退烧药，就想回自己家去拿点过来，结果奶奶不让，他喊着吃什么药可不敢再瞎吃药了，说你弟就是吃头孢吃死的，如今小松是老林家的独苗，可不能再出事。大伯频频点头附和说，对，吃头孢吃死的，不能瞎吃药，好像把我爸的死怪在头孢上，就没他那瓶酒啥事儿了。奶奶原本想找神婆来给弟弟驱邪，突然看到我口袋里那瓶剩酒，她朝我招手说不用退烧药，这有酒搓搓就好了，不好的话再去找神婆。我乖乖把酒递过去，我没提醒她吃了
了头孢，不光不能喝酒，搓酒也不行，况且这酒根本不是什么好酒。上一世我被灌了整整一壶，知道这是大伯买的假酒，是用来糊弄奶奶的，是拿工业酒精勾兑的。要不是这瓶假酒，我也不会死得那么快。奶奶把弟弟的衣服脱了，跟大伯一起给搓了3遍酒，而后把他挪到炕头上，盖了2层厚棉被。奶奶让我们都出去，说等小松捂出一身汗烧就能退。我回到院子里，继续跪在爸爸的棺材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里突然传来奶奶的惨叫声，她喊着：“快来人啊，让快来看看他大孙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我跟着大人跑进屋，发现弟弟已经死了，他的烧终于退了，可人变得冰凉冰凉的。大家伙惋惜的摇头，都以为是在医院的时候没把头孢配酒的毒给清干净。没人知道弟弟是被奶奶搓酒给搓死的。很快，院子里又多了个小棺材。我妈1天之内死了丈夫，死了儿子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醒过来时，人就那么呆呆的坐着，眼珠直勾勾盯着我爸和弟弟的棺材。奶奶和我大伯便跟前来吊唁的人说，我妈怕是傻了。结果我妈盯着棺材看了半天，突然跳了起来。奶奶被吓得一个跟斗栽在地上。只见我妈跑回房里，在背包里好一阵倒腾，拿出个大本本放进了自己怀里。大伯瞧见这一幕，连忙把奶奶拉进屋，压低声音跟她嘀咕起来。他劝奶奶办完丧事就赶紧把我们母女俩赶走，不然二弟的房就得让小麦他妈给摊了。他强调那些都是老林家的东西，不能落在外人手里，并怂恿奶奶这么大岁数不怕跟媳妇抢财产，说出去也不难听。他更是提醒奶奶，他才是亲儿子，那些钱拿回来一定好好孝敬他，若是落在小麦他妈手里，就得带着去嫁人。显然大伯猜到了我妈藏进怀里的是镇上那房子的房本，静静站在漆黑的角落里。我心里暗自盘算，这些年来大伯每个月都抢我300的伙食费，这还不算，现在还惦记我爸留下的房子，算起来我上辈子的死也有大伯贡献的一份力量。如果他带来的不是勾兑酒，我最起码有力气爬到邻居家去求救。既然他贪得无厌，那这一世一个都别想跑。奶奶这辈子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我大伯和我弟弟，现在他大孙子没了，被大伯这么一撺，顿时没了主意。他犹豫地问儿子能行吗？担心现在讲究的继承权问题。这些年村里常来人普法，类似的官司也越打越多。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，大家经常当闲话唠。奶奶一知半解的也懂得了些许。大伯眉头跳了跳，极不情愿地提出，那就把我过继给他，由他养着。奶奶很吃惊，骂他疯了。他说那臭丫头就是个丧门星，把我爸和小松都克死了，养我有什么用？大伯脱口而出，解释就是手续上变更一下，我还跟着奶奶过，怎么会克到他？奶奶一愣，大伯自知失言，赶紧拉着奶奶的手，苦口婆心的劝。他说妈不懂，我现在是弟弟唯一的骨血，弟弟的东西就都得给我。他提议先把钱和房子弄到手，等我到了18岁把我一嫁，还能得份彩礼。奶奶脸上依旧愁云密布，担心万一小麦他妈不同意怎么办？毕竟他原来想过继小松时，我妈就一直拦着不让。我大伯家没孩子，一直想说服我爸妈把我弟给他们当儿子，他们借口反正我爸妈能生，可以再生个儿子。可我爸妈始终不同意。有一次他们跟大伯说可以把我过继给他，大伯听了当场骂了我爸一顿。他骂我爸妈当他是傻子，把女娃给他养有什么用？他嫌弃吃老子的饭，花老子的钱，早晚都得嫁给别人，哪还记得给老子养老送终？养我这闺女还不如养头猪。可今天在他眼里我又比猪值钱了。听说我妈大概率不能同意让他养我，大伯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凶光，打了个寒战。我知道我妈不喜欢我，她心里只有我弟，可现在我弟已经死了，她毕竟是我的亲妈，跟着她总好过跟着大伯。打定主意，我去找了我妈。进门时我妈在屋里坐着，也不哭也不闹，屋里静静的，只剩下烧柴噼噼啪啪的声音。可一见到我，她2个眼珠子瞬间变得锃亮，扑过来就开始厮打我。她骂怎么死的不是我，吼着我才应该是那个短命鬼，质问我干嘛，让她男人和儿子给我挡灾，拼尽全力挣脱。我回手用力挠了她一把，个子不够高，我这一爪子挠在她脖子上，清晰可见5道血痕。挠完她，我全身都在抖。我妈拿手一摸见有血，拍着大腿刚要放声大哭，我便阴森森的开口打断了她。我冷冷的问她知不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，披着麻带着笑，我瘦得跟竹竿似的杵在她面前，吓得我妈登时把哭声憋了回去。紧接着我开口提醒，我说爸死了，弟也死了，现在只要他一死，家里那点值钱玩意就都是大伯的了。我妈终于明白我的意思，惊恐的问我是不是说大伯要弄死他，念叨着杀人犯法，他不知道吗？我冷冷的解释，杀人犯法，但自杀可不犯法，他男人和儿子都死了，这时候他要是死了，10个有9个半会以为他是自杀。我妈哆哆嗦嗦往后躲，突然又紧紧拉住我的衣袖，生怕我被别人抢跑。她哀求说现在只有我了，往后咱们娘俩相依为命，保证一定对我好好的。她哭诉他们这是想吃绝户，承诺把房子给我，求我救救他。这是第一次我妈说她会对我好，虽然不信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，试探着问他爸因为啥死的。我妈一脸疑惑，反问不是吃头孢喝酒吗？我循循善诱的引导她，指出头孢是咱们买的，那酒呢？酒是谁拿来的？谁知道那酒有没有问题？我妈恍然大悟，竟问我是不是说大伯买的酒也有问题，问我是不是让他去告大伯。我点头确认，并命令他今晚就走，去镇上报案，要法医来查我爸的死因。最后我警告他，要是今晚不去，就等着跟我爸合葬吧。我妈到底是怕死的，顾不上再为爸爸和弟弟悲伤，她穿上最后的衣裳，在怀里放了2个馒头，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村。第2天，家里人找不到我妈了，大伯娘暗地里沾沾自喜，奶奶则坐在我爸的棺材前破口大骂，她骂天杀的，男人还没出殡就跟野男人跑了，就这么等不及吗？有人觉得事儿不对，提醒我大伯，怀疑这边男人和儿子才死他就没影了，人不会真是他害的吧？建议去报个案。我大伯坐在流水席桌前，撕了个烧鸡腿塞进嘴里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他假装大度，劝大家别把人想得那么坏，说他现在是寡妇了，老林家想留也留不住。他表示走就走吧，不耽
耽误他弟入土为安就行。哭的鼻涕都快冻在脸上的我，慢慢挪到大伯旁边，倒了杯热水捂手。我装作无助的样子，询问大伯说：“我没爹没妈没弟弟了，他和伯娘就是我最亲的亲人，求他往后让我跟奶奶去他家吃住。昨天还谋划着把我接过去跟我妈抢财产的大伯，脸色瞬间一变，把鸡骨头扔出去喂狗。他一边剔牙一边推脱，说这些年我跟奶住着挺好，他那房子小没必要挤。他敷衍承诺，往后做了好吃的肯定叫我们去，让我放心，饿不着。打心底冷笑，拜他所赐，我爸没死的时候我都没吃饱过，何况现在。很显然，爹死了，妈又跑了。大伯觉得我家财产手到擒来，没必要争我的抚养权了。我没再多说，倒是身边邻居摇头叹气，暗地里议论大伯冷心冷肺，根本不会管我死活。奶奶一边哭一边骂，大半天过去，把我妈祖宗八辈骂了个遍，嗓子都骂哑了。天擦黑的时候，熬不住的奶奶终于回屋去了。流水席又上了新菜，热乎乎的猪肉炖粉条端上了桌。这时，村道上突然亮起了车灯，是我妈带着警察来了。警察要带走我爸和我弟的尸身，大伯拦着不让，说明天就出殡。他弟烟求情，说天寒地冻刨了3天坟坑，就等着明天埋，求警察通融。没接烟的警察正色道：正经办案，不能通融。大伯不乐意了，喊着死的是亲弟亲侄，他现在是一家之主，不许把人拉走。警察解释，死者妻子已经报案，必须验尸查明死因。奶奶一听要验尸，横扒拉竖挡地不让，嚷嚷着把尸体弄坏了，耽误投胎，下辈子做不了全户人。奈何拗不过警察，不到半小时，警察给我爸鞠了躬，就给人抬上了车。警察还跟奶奶索要大伯买的酒，说要带回去化验。奶奶指了指刚搬出的大玻璃罐子，解释说喝剩的给孙子搓身子用了，这是没开封那瓶，泡了药材，想给大家驱寒。一个警察捧起罐子看了看，突然惊呼：这酒不能喝，里面泡了乌头，有毒。幸亏村里人还没开始喝。听了这话，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。确认没人喝过那酒后，警察才放心递上了车。临走前，警察勒令大伯不能随便出村，随时配合调查。车走后，村里人质问奶奶为啥泡毒酒，迷迷瞪瞪的奶奶反驳：怎么能有毒？说是山上采回来的药材，药材是治病的，怎么会有毒？大家心灰意冷，不敢再留吃饭，各自回家去了。院子一下空了，奶奶又哭着拿起扫帚拍打我妈，她用哭哑的嗓子骂我妈贱皮子，指责她跑了，还敢回来找警察，害得男人儿子留不了全尸，还得罪全村。她逼问到底跟警察说了什么，为何要查酒和限制大哥出村，一口咬定人是我妈和我害的，关大哥什么事？见大伯凶神恶煞的盯着，唯唯诺诺的我妈指着我，供出是小麦说酒有问题，还说是小麦让他去报案的，到底为了自己，我妈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我。大伯听了上来就想踹我，我指着他大喊警告，我提醒他现在是嫌疑人，我要是有个好歹，他就等着多判10年8年。这招果然震慑住了大伯和奶奶，特别是大伯脑袋差点耷拉到脚面上。尸体被拉走后，灵棚和饭桌都撤了。晚上害怕被大伯弄死的我妈跟我挤在一铺小炕上，谁都没有说话，迷迷糊糊睡到天亮。警察带来了验尸结果，中毒不仅因为头孢配酒，还因为工业酒精。我弟弟本可以生还，可奶奶没给退烧药，又搓了3遍酒，加上热炕后背，诸多原因要了他的命。奶奶嚎啕大哭，在地上打滚说害了大孙子，却只字不提大伯的错。最终警察带走了大伯，大伯交代得很快，说最初没想买假酒，可得知奶奶没法贴补他后，习惯占便宜的他觉得像被割肉，一气之下买了假酒当年礼。他辩解知道老太太不喝，只是哄他乐呵，可我不信这么简单，因为在大伯得知断供后，曾质问我是不是我告密导致我妈不乐意，我当时否认并透露是因为爸在镇上给弟买房没钱了。大伯当时手都抖了，质问买房的事，表情像被抢了房子一样。把这些告诉警察，我又提了大伯想过继弟弟的事。重审之下，大伯吐露真相，他嫉妒我爸有儿有房，知道酒会进我爸肚子，便用工业勾兑酒，想喝坏我爸身体，趁机过继儿子并侵占房子。没想到我爸吃了头孢，又赶上暴雪延误救治，直接死了。判决很快下来，大伯判了8年，大伯母随即卷款跑路，七零八落的一家只剩祖孙3人。奶奶卖了老房，我们搬到了镇上。我知道奶奶恨我们把大伯搭进去，所以她要跟着我们，谁都别想痛快。我重新上学，我妈在家做手工，奶奶天天盯着，怕她找男人。不知何时起，奶奶突然对我好了起来，给我开小灶，自己和我妈喝粥。一度怀疑被下药的我不敢好好吃饭，好在扛得住。妈妈赚的钱只够房贷，日常开支靠奶奶那点卖房款维持不了多久。后来才知道奶奶每天出去捡纸壳卖钱，我曾有一瞬被感动，直到偶然听到她跟人聊天，说怎么可能喜欢孙女，只是把孙女当成孙子看，看着我吃喝就像孙子吃喝，这才好受点。她冷酷地说，若是单提我，她半拉眼都看不上。那一刻起，我的心再无波澜，同时也确认她既把我当小松，就不会下药害我。虽然不是真心，但我在她的照顾下长高长胖了，除了学习很少想其他，成绩一直很好。奶奶抚摸奖状时总会感慨，小松若在肯定比我好。在她心里，胖成猪的小松也比瘦成猴的我好看。哭过之后，她总指着我妈背影，叮嘱我一定要守好房子，说她是为了不让我背房贷才活着的。我会笑着抱抱她说她真好，心里却明白她只是心疼我爸攒下了家产，心疼这个曾定义给李小松的房子。初中毕业，考进县重点高中的我开始住校。高3下学期，大伯死在监狱，奶奶得知后当晚发烧。这些年着魔般不喝酒不吃药的奶奶，这次烧得太厉害。我妈打电话说奶奶恐怕挺不过去了，我赶回家想喂药，她仍不吃，让我妈找神婆。82岁的谢老太太看了半天，说是被缠上了。我妈烧了符水给奶奶喝，谢老太太说若不退烧就拿酒搓搓。奶奶一听直摇头，这3样都是她最怕的。凌晨时分，奶奶终究还是死了。殡仪馆车拉走奶奶时，我收拾遗物问我妈
妈是不是故意把死讯告诉奶奶的？我妈丧着脸承认说是她受够了。我知道她一直盼着奶奶死，但这辈子她变胆小了，不敢亲自动手。上辈子弄死我，她不带怕的，但这事她亲自报案送大伯进监狱，知道了法律的厉害。直到大伯去世，她知道机会来了。虽然大伯在监狱，但他是奶奶唯一的念想，断了念想，奶奶肯定活不了。火化后带着骨灰回村，大伯的新坟就在我爸旁边，旁边还有弟弟的小土包。想起上一世我被扔进山涧，而未成年的弟弟却有坟包，规矩果然都是人定的，把奶奶和爷爷埋在一起磕了头。我回了县里，我妈回了镇上，看着她轻飘飘的脚步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5·1的时候，妈妈电话打到了学校，妈妈嗓子几乎说不出话，一声接一声咳嗽，说得了肺炎，让我回去照顾。我说要高考不能请假，她低声劝我回去看看，说可能没几天了。心里揪了一下，不是心疼，而是听出了她语气中那熟悉的绝望。考虑再三请了假，带着老师塞的藿香正气水，我深夜回到家，妈妈躺在房里，枕边稀奇的放着头孢和止咳药，瘦的皮包骨，倒了杯水。我问她怎么开始吃药了，她声嘶力竭说病太重，挺不过去。洗漱出来，发现妈妈坐在客厅，桌上放着几张纸，她让我签协议把房子给她。当初奶奶逼她把房子过户给我，如今奶奶死了，她想赖账要回去，骗我回来，不是临终告别，而是为了她的美好生活。没动协议，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求我救她时说的话，当时她说只有我了，承诺相依为命对我好。如今她摆手让我别说没用的，说供我读书吃喝以还清人情。她狡辩当初是我骗她去告大伯，骂老林家没好人，空空壳着。她威胁我不签就别想回学校高考，大门被锁，钥匙被藏，老人机也被收走。她痛哭诉说不义，指责我害死父弟，控诉我让她报警，导致被奶奶折磨。她抱怨辛苦攒的房子写我名不公平。她发狠说这次肺炎本不想吃药，但烧的受不了就不怕了，大不了是个死，吃了头孢或许还能活，绝不能便宜我，像看仇人一样。她骂我是白眼狼，说早知道奶奶贴补大伯的事。原来她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过得苦，却只会在我身上省钱，甚至想让我辍学，警告我别用那种眼神看她。她强调没把我嫁人，还让我读书，是仁至义尽，我该感恩戴德。听着她的自言自语，我头疼欲裂，跑到卫生间吐了又拉，摸摸头好像发烧了，拿出包里的藿香正气水喝下。我撕了协议，把自己反锁进小屋，睡了一夜，舒服多了。早起时发现我妈在卫生间进出好几次，拉肚子又不敢去医院，怕我跑了。见我喝藿香正气水，她凑过来问我是不是真不给房子不高考，点头确认不考了。她急问为什么，看着她我淡然说无所谓了，反正她活不了几天，把她铐死后我可以重读再考。我畅想未来毕业结婚生女，一定会对女儿特别好，气得咬牙切齿的她骂我盼她死，发誓偏不死，没理会她。我回屋锁门看书，直到下午2点，饿了想去厨房，推不动门，有什么东西挡着，用力推开，发现是妈妈趴在门前，手扒着门边，人已经断气了。戴着耳机的我没听见她拍门，这一幕像极了前世死在门外的我。跨过尸体，看到桌上那2盒藿香正气水被她喝光了，大概见我喝了见笑，她超量喝了2支，可是她吃了头孢，藿香正气水里含有酒精，吃头孢不能喝，躲过了头孢配酒，她到底没躲过这最终的死法。简单办了丧事，我回校读书，高考超常发挥，我成了县高中首个考上双一流大学的学生。事迹被宣传后，收到4面8方捐助的我分文未动，在政府帮助下成立了留守儿童基金会，我把善款都投了进去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女孩走出大山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。10年后，我开着车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小山村，村里的路修好了，不再是记忆中那个一下雪就与世隔绝的泥泞地。车子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，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眯着眼打量了许久，直到我摘下墨镜，他们才惊呼出声。他们认出我是老林家那个命大的闺女林小麦，那个曾经瘦得像只猴，全村人都觉得活不长的小丫头，如今穿着得体的羊绒大衣，开着几10万的车，光鲜亮丽的回来了。乡亲们围了上来，眼神里满是艳羡与讨好，他们夸赞我出息了，他们说是老林家祖坟冒了青烟，才出了我这么个金凤凰。有人感叹，要是林家那几口子还在，不知道得享多大的福。我维持着礼貌而疏离的微笑，没有接话。他们大概忘了，当初林家那几口子活着的时候，可是恨不得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。如果他们还在，我这只金凤凰恐怕早就被折断翅膀，大概会被卖给哪个老光棍换彩礼，用来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买房娶媳妇了。寒暄几句后，我借口要去祭拜，摆脱了众人的围观。我拎着一袋纸钱，独自上了后山。那5个土包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中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还有那个被全家捧在手心里的弟弟林小松。大伯埋在稍远一点的地方，大概是活着的时候坏事做尽，死了也没人愿意挨着他。坟头草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，显然这些年没人来打理过。我静静地站着，看着眼前这一排凄凉的坟冢，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爱，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。我没有像别人家上坟那样除草添土，只是找了块稍微干净点的空地，蹲下身来，我点燃了手里的黄纸，火苗窜了起来，在微风中跳跃。我看着那忽明忽暗的火光，轻声开口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考上了最好的大学，进了最好的公司，年薪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我告诉爸爸，他心心念念想要传宗接代的儿子早就化成了一把灰，连个后人都没留下，而他最看不上的赔钱货女儿却成了林家唯一的活人，活得比谁都体面。我告诉奶奶，他省吃俭用贴补的大儿子死在牢里的时候连床棉被都没有，而他每天咒骂的那个丧门星孙女现在每顿饭都能吃上肉，再也不用喝稀粥配腐乳了。我告诉妈妈，那套他至死都想抢回去给弟弟留着的房子早就被我卖了，我把卖房的钱连同这些年赚的钱都投进了那个小麦基金会，纸钱燃尽，化作黑色的蝴蝶随风飘散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那是基金会资助的第
一批女孩的合影，她们穿着校服站在阳光下，笑得灿烂如花。我把照片丢进火盆里，看着它一点点卷去焦黑，最后化为灰烬。我对着墓碑说出了心里最想说的话：你们造的孽，我都替你们还了，下辈子别再做一家人了。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当年那个好心借我棉大衣的邻居婶子，婶子老了许多，背都驼了。见到我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浑浊的眼里泛着泪光。她感叹我是个有良心的孩子。她夸我这么多年了，还记得回来给这帮不省心的长辈烧纸。她问我还要不要回镇上的老房子看看，我摇了摇头，告诉她不用了，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。我的家在远方，在未来，在每一个被我资助走出大山的女孩身上。告别了婶子，我重新发动了车子，后视镜里那个埋葬了我整个童年和噩梦的小山村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。车载广播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，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我降下车窗，春天的风灌了进来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。远处的田野上，一群放学的孩子正奔跑着，笑声清脆悦耳。天空蓝的像洗过一样，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。我深吸了一口这自由的空气，眼角有些湿润，嘴角却高高扬起。真好啊，林小麦，你终于走出了那场漫长的暴雪。你看前面春暖花开，回到城里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小麦基金会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我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各大慈善晚宴的名单上，但我更喜欢待在办公室里，或者是去那些偏远的山区实地考察。这天，助理神色匆匆地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，他递给我一份资料，说是一个受资助的女孩出了点状况。女孩叫叶小满，今年高3，成绩优异，是清北的苗子。可她父亲突然要把她带回去嫁人，理由很烂俗，为了给她那个不成器的哥哥换彩礼娶媳妇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手里的钢笔尖猛地划破了纸张，黑色的墨水晕染开来，像极了当年那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我合上资料，让助理立刻安排车。我说我要亲自去一趟。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4个小时，终于停在了一个破败的农家院前。还没进门，就听到了男人的咆哮声和女人的哭泣声。推开门，院子里一片狼藉，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正扯着一个女孩的头发往门外拖。女孩死死扒着门框，手指关节都在泛白。她哭喊着要读书，不想嫁给那个瘸腿的姐夫。男人骂骂咧咧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骂她是赔钱货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别人家的人。这一幕刺痛了我的眼，仿佛时光倒流，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我大步走上前，一把扣住了男人的手腕。常年健身的我力气并不小，男人吃痛，下意识地松开了手。他转过头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，问我是谁，凭什么管他家的闲事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告诉他我是叶小满的资助人。我通知他，如果他现在不住手，我立刻报警告他家暴，告他干涉子女受教育权。男人显然是个法盲，但听到报警2个字还是瑟缩了一下。他梗着脖子嚷嚷说他是老子，管教闺女天经地义，警察也管不着。他甚至还要冲上来推搡我，说我有钱了不起，有钱就能抢人家闺女。身后的司机和助理立刻冲上来将我护在身后，我示意他们让开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，直接摔在男人面前的石磨盘上。我指着那些文件，平静地给他算了一笔账。我告诉他，这些年基金会资助叶小满的所有费用都有明细，既然他不让叶小满读书了，那就把这些钱连本带利的还回来，一共86500元。只要他现在拿出钱，我立马走人，叶小满随他处置。男人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他这种家庭连800块都拿不出来，更别提8万多。他开始耍无赖，坐在地上拍大腿，嚎着说我们要逼死人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我告诉他没钱还就老老实实让叶小满去读书。我警告他，我会安排律师跟进，如果叶小满少了一根头发或者没去参加高考，他就等着把牢底坐穿，顺便背上一屁股债，让他那个宝贝儿子这辈子都别想娶媳妇。提到儿子，男人的软肋被戳中了，他骂骂咧咧的爬起来，吐了口唾沫，说不管了，爱读读去。我转身扶起地上的叶小满，他浑身颤抖，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倔强。我拿出纸巾替他擦去嘴角的血迹，我轻声告诉他别怕，我说只要你自己不想跪下，没人能逼你低头。叶小满的事解决得很顺利，我把他接到了县城的寄宿学校，安排了专门的老师照顾。看着他重新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。只是我没想到这件事被随行的媒体报道了出去，美女慈善家怒对重男轻女父亲救下高3学霸，这个标题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。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赞誉，还有一些阴暗角落里滋生的毒菌。几天后，我的工作室楼下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，头发花白，背着个破蛇皮袋，正坐在大厅的地上撒泼打滚。保安试图把她拉起来，她就大喊大叫，说这里的老板是她侄女，发达了就不认穷亲戚。前台小姑娘急得满头大汗，给我打电话请示。我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那个撒泼的身影，虽然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，虽然她看起来苍老了20岁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，我的大伯母，那个在大伯入狱当天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东西，连夜逃回娘家的女人。没想到她还活着，而且还闻着味儿找来了。我整理了一下衣领，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地走下楼。大厅里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大伯母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她控诉我没良心，说小时候她怎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我。她说我大伯为了养我累死在工地上，她说我妈跟人跑了，是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编的那叫一个声泪俱下，仿佛她是全天下最伟大的圣母。看到我出来，她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，她猛地扑过来，想要抱住我的腿，那双满是黑泥的手眼看就要抓上我昂贵的西裤。我侧身一闪，动作利落，她扑了个空，狼狈地趴在地上。周围传来一阵低低的哄笑声，大伯母索性不起来了，拍着大理石地面嚎啕大哭。她喊着小麦啊，我是你大伯母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她哭诉自己现在过得有多惨，一身是病，没钱吃饭，说我现在是大老板了，
了，手指缝里漏一点都够他养老的。他威胁我，要是我不管他，他就天天来这里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白眼狼。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等他嚎得差不多了，嗓子都哑了，我才给保安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搬了把椅子过来。我优雅地坐下，双腿交叠，目光冷淡地看着地上的他。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透着彻骨的寒意。我问他演够了吗？大伯母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我还是那个任人打骂、唯唯诺诺的小丫头。他咕噜一下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他骂我没良心，骂我忘恩负义，说早知道当年就该把我扔尿桶里溺死。我笑了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我提醒他，当年大伯是因为什么进去的？他忘了吗？我说是因为他想谋财害命，害死了我爸和我弟。我追问他，大伯入狱判决书下来的那天晚上，他在干什么？我替他回忆，他在翻箱倒柜，拿走了大伯给我奶奶买金戒指的钱，拿走了家里仅剩的几千块存款，甚至连我奶奶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都被他偷走了。我问他，那天晚上风雪那么大，他跑得那么快，怎么没摔死在路上呢？大伯母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没想到当年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我竟然知道得这么清楚。他眼神闪烁，开始胡搅蛮缠。他狡辩说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拿走是天经地义。他反咬一口，说是我把大伯送进监狱的，我是扫把星，害得他家破人亡。他嚷嚷着不管以前怎么样，现在他老了，我是他侄女，我有赡养义务。他伸出一只手，狮子大开口，要我给他100万。他说给了100万，他就回老家，再也不来烦我，不然他就找媒体曝光我，说我逼死长辈。周围的员工和路人开始指指点点，有些人不明真相，看着他那副可怜样，眼神里似乎多了几分同情。大伯母见状，以为拿捏住了我，腰杆子又挺直了几分，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仿佛那100万已经揣进了兜里。我叹了口气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我没有打给财务，而是直接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，辖区派出所的张警官。我对张警官说，这里有个逃犯或者是诈骗犯，麻烦来一趟。大伯母一听警察，腿肚子就开始转筋，他色厉内荏地吼，说他是来认亲的，警察凭什么抓他？我挂断电话，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他。我告诉他，当年大伯出事后，奶奶虽然糊涂，但也报了警，报的是家中失窃案，虽然金额不大，但在那个年代也够立案了。而且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流窜，用假身份证打黑工，身上背的事儿恐怕不止偷钱这一件吧。我刚才已经让助理查过了，他在隔壁市好像还卷入了一起碰瓷诈骗案，正被网上追逃呢。大伯母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脸上写满了恐惧。他没想到我现在不仅有钱，还有手段，有人脉，再也不是那个任他揉圆搓扁的面团了。他转身想跑，可是保安早就堵住了门口。警察来得很快，经过简单的核实比对，确认他确实是网逃人员。警察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，他还在拼命挣扎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。他骂我心狠手辣，骂我不得好死，骂我跟那个死鬼妈一样，都是冷血动物。我站在原地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被拖上警车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就像看着一袋垃圾被扔进了垃圾桶。警车呼啸而去，大厅里恢复了安静。员工们看着我的眼神从疑惑变成了敬畏。我转身对前台小姑娘说，以后再有这种人来闹事，直接报警，不用请示。小姑娘连忙点头，眼神里满是崇拜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手里握着那杯热咖啡，温度通过掌心传遍全身。我突然想起了上一世，面对这样的泼妇和无赖，我只能哭，只能求，只能忍气吞声，最后被他们吞噬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而这一世，我学会了用法律、用金钱、用权势来武装自己。我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救赎的受害者，我是制定规则的人，也是审判他们的人。那年夏天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叶小满给我打来电话，声音激动地发抖。他告诉我，他考上了，全省前50名，被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。他在电话那头哭着说，谢谢姐姐，说如果没有我，他现在可能已经那个吹夫生孩子了。我握着电话，听着那头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声音，眼角微微湿润。我告诉他，不用谢我，我说是你自己争气，我说路在你自己脚下，以后能走多远全看你自己。挂了电话，我给基金会的财务发了条信息，让他给叶小满的账户里打一笔奖学金，足够他大学4年的生活费。我又让人给他寄去了一台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我又救了一个林小麦，这种感觉比赚了1000万还要让人满足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去了江边，江风习习，吹乱了我的长发，对岸的霓虹灯倒映在江水中，波光粼粼，美不胜收。我拿出一罐啤酒，拉开拉环，仰头喝了一口，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，激得我打了个哆嗦，但我却觉得无比畅快。我对着江水举起了手中的啤酒罐，敬你，林小麦，敬这操蛋的命运，终于被我们踩在了脚下，敬那些杀不死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更强大。